沈静猛地睁开眼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冷汗浸透了后背。他惊恐地打量四周，确认自己正躺在曾经的卧室床上。沈直伸手抓向其中一个写着放大100倍的面板，回头喊道：“哥，这次我先选，放大系统是我的了。”沈静瞳孔骤缩，前世的记忆如潮水涌。暴雨末世5年，他靠放大系统省吃俭用带沈直活下，却因拒绝帮宋婉宁一家，被亲弟弟反杀。随便你。沈直指尖触碰到面板，面板瞬间化作金光融入他的眉心，他狂笑起来。剩下的缩小100倍系统面板自动飞向沈静。缩小100倍系统绑定成功，可缩小自身及任意物体。末世结束后系统失效，缩小物体将恢复原状。沈直迫不及待抬起右手，试试放大100倍，对准桌子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玻璃杯，眼神狂热的大喊。玻璃杯在金光中瞬间膨胀，体积迅速增大，眨眼间变成了1人高的巨型玻璃杯。桌子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，几乎要碎裂开来。沈直兴奋地拍着桌子：“真的，哥，你看，以后我想要什么就能放大什么。”哥，你的缩小系统好像没什么用吧？不过是个系统，你喜欢就好。沈直松了口气，他最怕沈静抢好东西。他抓起外套往外跑，脸上满是痴汉般的笑容。我去找婉宁姐。房门打开，长相甜美的宋婉宁皱眉出现在门口。沈直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进去说，有大事。沈静站在自家门口，缓缓掏出手机，屏幕上的日期清晰地跳动着。8月14日。沈静盯着这个日期，眼神逐渐变得冰冷如铁。还有3天，暴雨就来。上一世你护着他害了我，这一世各自安好。不是你自求多福。沈静转身下楼，手机屏幕映射出他眼底的决绝。他来到停车场，镜头拉远，天空云层翻滚，远处的灯管不安地闪烁了一下。超市内人头攒动，沈静推着3辆装满货物的购物车穿梭在货架间，他疯狂地将整箱的泡面、肉类罐头和压缩饼干往车里搬。收银台前，收银员看着堆成小山的物资，目瞪口呆地问：“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得走？”沈静在超市门口指挥装车，大批的饮用水被搬运到货车上。他眼神坚定，这些东西在末世就是活下去的筹码。沈静坐在休息区，大手一挥，订购了最高规格的实木家具、太阳能发电机组和大容量储能冰箱，并要求立刻送货。残破的小院里，沈静正指挥工人搬运成箱的蔬菜种子和小型农具。角落里，10几只嫩黄色的小鸡仔正叽叽喳喳地叫着。四野无人，沈静站在满地的物资前，他启动缩小系统，指尖射出白光，覆盖了眼前的物资，甚至是旁边的小平板。白光闪过，巨大的平房和成堆的物资迅速坍塌缩小，最终变成了掌心大小的模型。沈静弯腰将它们一一捡起，装进黑色行李箱。沈静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推门而入，客厅灯亮着，沈直正瘫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对着屏幕傻笑，脸上还残留着约会后的余味。大哥，你这2天神神秘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家里都快没地方落脚了。你看，连窗边都被箱子堵死了，还往里搬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换个冰箱不行？你反应这么大做什么？那是我的钱。沈直眼神闪躲了一下，立刻强撑出笑脸。没什么，就是好奇。对了哥，你之前放房间里的那些吃的，我拿去送给小区的孤寡老人了，他们挺不容易的。你一向大方，肯定不会生气的，对吧？沈静握着行李箱拉干的手指骤然收紧，指甲因用力而泛白。前世的画面在脑海中闪现，他辛苦打工沈直，沈直却为了讨好宋婉宁偷他的救命粮。没关系，哥你最好了。对了，你说我要是能在关键时刻救了婉宁姐一家，她会不会感动的爱上我？沈静俯身整理地上的包裹，语气毫无波澜。不会，不可能，她肯定会喜欢我。沈静懒得理会他，拖着箱子走进卧室。砰的一声反锁了房门，露出后面隐藏的一个不到3平米的储物密室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启动系统。沈静将行李箱里的缩小物资取出，一一恢复原状。原本窄小的空间在空间折叠下，竟然奇迹般的容纳了小别墅模型和过滤设备。小别墅模型落地变大，成为了舒适的避难所。一旁的土地被铺开变成菜地，小鸡仔在特制的笼子里欢快活动。发电机平稳运行。他走到窗边，夜色厚重的压人，细碎的雨点开始敲击窗棂，发出沉闷的声音。沈静放下手机，启动控制按，衣柜后的密室门缓缓开启。他拎起装满生存工具的背包，跨入密室，决绝地关上了大门。是否缩小自身？是。光芒将他包裹，沈静感觉到一阵眩晕。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世界已经变了。沈静坐在田垄边休息，打开手机，手机连接着隐藏在各处的摄像头。监控画面里，沈直正在客厅里疯狂放大各种谁对着空屋子自言自语。窗外的雨势陡然增大，雷声轰鸣。宋婉宁脸色苍白地看着外面，雨水已经模糊了视线。阿姨别怕，我有神力，以后吃的喝的我都能变出来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你们吃香喝辣。沈静盯着屏幕上宋婉宁那贪婪又算计的神情，冷冷地舀起一瓢水喝下。窗外的水位正以惊人的速度上涨，邻居们的惨叫声隐约传来。密室外，巨浪吞噬了城市。密室内，沈静在温暖的灯光下开始耕种。末世才刚刚开始，缩小的翠绿蔬菜长势喜人，几只指甲盖大小的小鸡仔在微型草地里啄食。沈静面无表情地坐在缩小的皮质沙发上，双眼死死盯着面前闪烁的监控屏幕。宋婉宁坐在沙发上，眉头紧锁，神情忧虑。家里的食物快吃完了，1楼都被淹了，根本出不去。你家还有吃的吗？婉宁姐，我有办法让食物变多。什么办法？直凑近宋婉宁的耳边，声音压得很低，神情神秘。看好了，放大100倍。
苹果在瞬间疯狂膨胀，如气球般撑大，重重压在实木桌面上，果皮因承受不住压力而裂，汁水四溢。这是真的？当然，有了这个系统，以后你和叔叔阿姨再也不用愁吃的了。宋婉宁脸上绽放出欣喜若狂的笑容。太好了，她反手握住沈直的手，看起来亲密。沈直，幸好有你。宋婉宁的反应太可疑了，她根本不是真心感谢沈直，眼神冰冷刺骨，仿佛能看穿监控画面，而是在觊觎系统。沈静身体微微后仰，监控画面的角落里，宋婉宁的妈妈正猫着腰，悄悄走到门口，耳朵死死贴在门板上，偷听外面的动静。这事千万别告诉别人，万一被人知道了。放心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宋婉宁收敛了笑容，一脸严肃的转身对沈直叮嘱，眼神犀利。沈直在家吗？能不能借点吃的？别开门，现在外面太乱了。沈直犹豫了一下，眼神中透着纠结，但他还是缓缓走向门口。宋婉宁眼神阴沉的可怕，她咬了咬牙，快步跟在沈直身后。沈直，快借点吃的，我们家都快断粮了。我家，也不多了。宋婉宁突然从沈直身后侧身走出。王大妈，我们家也没多少吃的了，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笑容，语气却带着诱导，看向王大妈。不过沈直有办法让食物变多，就是用一次要消耗不少精力。只要能有吃的，我们给钱。沈直愣在原地，而宋婉宁对他使了个诡异的眼色。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人影出现在走廊尽头的阴影里。麻烦来了，而且不止一波。唯有一双死寂的眼睛盯着沈直家。密室里突然响起尖锐刺耳的机械合成音，检测到其他系统能量波动，距离10米。沈静猛地抬头，目光如利刃般看向紧闭的密室门口，外面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。沈直坐在米色布艺沙发上，低头脸红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要是我能救你们一家，你能不能喜欢我？我们小时候就是青梅竹马，我当然喜欢你啊。宋婉宁凑近沈直耳边，等暴雨结束，我就和你结婚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也喜欢我。我哥还说你不会喜欢我，他就是嫉妒。你哥就是太操心了。对了，你哥呢？他不会被暴雨困住了吧？他的目光投向紧闭的门口。谁知道呢？他说加班，估计早就被淹死了。沈直满不在乎的撇撇，眼神中透着对兄长的冷漠。充满科技感的金属墙壁反射着冷光，摆着热气腾腾的迷你红油。沈静神情悠闲的拍照。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沈直，我们家的食物也不多了，你能不能把你炖的食物都放大，这样我们两家就都够吃了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你以为放大系统是万能的？沈静面无表情地放下筷子，盯着监控中沈直兴奋点头的样子。好哥，你看，这是我放大的苹果。婉宁姐说要和我结婚。恭喜你。沈静挂断电话，喝了一口迷你饮料。系统在沈直身上能放大食物，我们可以。监控中宋父躲在角落，压低声音拨打电话。合作可以，但系统的使用权我们要分一半。警告，检测到恶意能量波动，目标宋婉宁父亲。沈静神情冷淡地盯着手机里沈直发的求助消息。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外面雨这么大，你没事吧？哥，我快饿死了，你能不能带点食物回来？哥，你太自私了！我在这里啃干面包，你竟然吃火锅！沈静手指轻触屏幕，点开朋友圈，看到昨晚发的火锅照片下沈直的谩骂。沈静冷笑一声，拿起手机拍下面前的披萨，发给沈直。哼，刚烤的披萨，芝士还能拉丝，味道不错。沈静手机屏幕剧烈震动，显示沈直来电。你到底在哪儿？你那里怎么还有披萨？快告诉我地址，我去找你。我在公司，火锅是公司请的，披萨是同事给的。雨太大，回不去，你自己在家找点吃的吧。不可能，公司早就停工了，你肯定藏起来了。你是不是也有系统？我哪有什么系统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沈静，你这个自私鬼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地板上满是杂物和破碎的杯子。别生气了，你哥就是这样，小气又自私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放大系统，以后想吃什么就有什么。是啊，沈直，你是我们家的宝贝女婿，有你在，我们饿不着。别急，我们得定个规矩，每次放大食物都要收费，不然太累了。还是婉宁姐想得周到。沈静通过大屏幕看着客厅里三人密谋的样，不屑地摇了摇头。你们很快就会知道，人心的贪婪是多少钱都满足不了的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室内突然亮起刺耳的警报红光，监控显示走廊已挤满了神色疯狂的人群。检测到大量人类聚集。大家安静！沈直用一次系统消耗很大，每次收费2000块，先交钱后办事。2000块就2000块，快把我的面包放大，放大我的方便面。婉宁姐姐，你看，大家都很需要我。当然，你最厉害了。一旁的宋母正数着钞票，悄悄把几张现金塞进紫色旗袍口袋。沈静坐在缩小的皮椅上，盯着监控墙，手中把玩着一颗缩小的金黄色玉米。宋婉宁一家真是把沈直当成摇钱树了。监控屏幕里映出邻居们狂热的脸，沈静的眼神在冷光下显得深邃而冷漠。他微微歪头看向屏幕的一角，可惜他们不知道系统的使用是有上限的。屏幕中出现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张磊，他引入人群后的阴影中。沈静发出一声冷笑，放下手中的玉米。沈静在控制面板上操作。这个人好像是之前因为拆迁和宋婉宁家闹过矛盾的张磊。沈静看着手机上的好友申请信息，随后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拒绝键。合作？我可没兴趣和疯子打交道。目光重回监控，沈直疲惫地瘫坐在布艺沙发上。沈直，今天累了，先休息吧，明天再继续。好，确实有点累。女儿，你说这系统能不能放大钱啊？要是能放大钱，我们以后就不用愁了。对啊，
我怎么没想到？沈之，你能不能试试放大潜？我不知道，系统好像只能放大食物。尖锐的警报声划破寂静，沈静桌前的蓝色监控屏幕上跳出红色的警告符号，机械音不断重复。检测到系统能量衰减，放大效果即将降低。沈静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外面灰蒙蒙的废土世界，嘴角勾起一抹充满讽刺的弧度。系统的副作用终于要显现了。你那里怎么还有鸡的声音？暴雨天你哪来的鸡？到底藏在哪儿了？为什么你那里一点都不受暴雨影响？沈之焦虑地坐在灰色布艺沙发上，神情急躁。快告诉我地址，我带婉宁姐姐过去，我们以后一起生活。沈之，你故意的！别生气了，你哥肯定是嫉妒你有系统，所以不想让我们过去。不过他既然能养鸡吃披萨，说明他藏的地方肯定有很多物资，我们得想办法找到他。对，我哥最疼我了，他肯定藏在附近。宋婉宁转身走进房间并关上门。你帮我找那个男人的下落，找到他，我分你一半物资。可以，但我要那个系统的使用方法。好，找到他我就告诉你。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可惜你们永远也找不到我。宋婉宁在卧室中握紧手机，沈静在密室中通过冷蓝色调的监控屏幕冷冷注视。有了这片农场，我就算再待几年也没问题。沈静走向微缩的农场，那里整齐排列着碧绿的蔬菜，几只小鸡在田间穿梭。她悠然摘下一根翠绿的小黄瓜，咬了一口，口感清脆。突然，空间发生震动，小鸡们惊恐尖叫着钻向角落，缩小的蔬菜叶片剧烈晃动。沈静猛地皱眉，丢掉黄瓜，抬头看向金属天花板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外面的震动传到密室里来了？检测到地面震动，疑似洪水倒灌，距离密室50米。洪水倒灌？前世暴雨5年也没淹到这一层。监控画面显示，邻居们惊慌失措地往楼梯高处奔逃。洪水倒灌了，我们快往楼上跑！宋婉宁一把拉住慌乱的沈直，面色严厉，身后宋父宋母正手忙脚乱地打包紫色旗袍等衣物。不对，这次的洪水比干尸严重的多，难道是因为系统的存在改变了末世的走向？手机突然剧烈震动，屏幕弹出的未知短信字迹冰冷。沈静紧盯着手机屏幕，密室内洪水警报声尖锐。他缓缓收起手机，这次的末世已经完全脱离了前世的轨迹，目光看向那片缩小的农场，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毅。沈之，快把我的食物放大！我给你钱，我也给钱，快帮帮我！大家别急，2000块一次，先交钱。快点，明光粉必须放大。蓝光闪过，但饼干的体积却只放大了50倍。怎么回事？放大效果变弱了。别管那么多，继续放大。他的眼神在冷色调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刻薄。张伟面无表情地站在混乱的人群后面，眼神冰冷刺骨地盯着沈直的背影，右手悄悄从工装布口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水果刀，刀尖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寒芒。放大系统能量耗尽，剩余放大次数3次。能量耗尽了，沈直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沈直身体一软，彻底倒在没过腰部的水中。我没力气了。爸妈，我们带着食物先走。别管他了。水面因他的决绝而荡起冰冷的涟漪。好，这个废物没用了，带着他也是累赘。婉宁姐姐，你怎么能丢下我？邻居们看到沈直没了力气，纷纷疯狂地围了上来，抢夺沈直身边的食物。邻居陈强狠狠一脚踹在沈直身上，邻居王婶也趁乱推搡，疯狂的人群在浑水中相互撕扯。沈直蜷缩在浑浊的脏水中，被邻居们拳打脚踢，反身狼狈。张磊趁机拨开人群挤了进去，告诉我系统的秘密，我救你！我不知道什么秘密，眼神中满是死灰般的绝望。张磊眼神深处闪过一抹狠辣，他冷哼一声，猛地举起手中那把雪亮的水果刀。沈静坐在屏幕前，手指悬在系统激活按钮上。就在这时，密室沉重的金属门突然被人敲响，伴随着门外湍急的水流声，沈静呼吸微沉，他迅速拿起一旁缩小的锄头，警惕地走到密室门口，身体紧贴墙壁，屏住呼吸。有人找到了密室。门外，一个浑身湿透的黑色人影笔直地站在门口，宽大的雨衣遮住了所有特征，看不清面目。他手里死死拿着一个物件，那物件的造型与刻印，赫然与沈静手中的系统标记一模一样。3年了，暴雨还没停，外面的世界应该已经乱成一团了吧？沈静穿着居家服，在地里摘玉米，阳光模拟灯洒在她平静的笑容上。沈静走到一排显示屏前，屏幕冷光映照在她淡漠的脸上。小区里的洪水已经退去了一些，邻居们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眼神麻木。沈直住在宋婉宁家，每天被宋婉宁一家指使着做各种家务。快点吃，吃完去把水挑回来。沈直跪坐在地板上，狼吞虎咽地喝着稀粥，眼神中满是屈辱。没用的废物，连系统都用不了了。我知道了，沈直，你要是再找不到食物，就别回来了。我会尽力的。沈静坐在旋转椅上，随手切断了显示屏的画面，拿起一个新鲜的玉米，漫不经心地咬了一口，享受着末世中奢侈的甜香。他靠在椅背上，眼中毫无怜悯。家里的食物快见底了，甚至这个废物根本找不到食物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赶走，省点粮食。宋母听后赞同地用力点了点头，眼神中透着凶狠。对，这个废物现在一点用都没有，留着他就是浪费粮食。宋婉宁缓步走向大门口，回头冷冷瞥了一眼。我来跟他说。沈直挑水回来，浑身湿透。宋婉宁走到他面前，沈直愣住了，手里的水桶掉在地上。那是骗你的，要不是因为你的系统，我根本不会理你这个没文化没工作的废物。沈直彻底崩溃，双腿一软瘫坐在污水中。你怎么能骗我？废物，还不快滚！宋家夫妇合力将沈直拖出门外，重重地扔在阴暗潮湿的走廊。大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沈直在昏暗中绝望地挣扎，拍打着紧闭的房门。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，沈直。检测到小区内食物耗尽，人类开始互相残杀。
几个蓬头垢面的邻居手持铁棍和菜刀闯入邻居家中，喊叫声传来，沈直吓得缩成一团，往沈静家的方向爬去。你以为我还会像前世一样为你敞开大门吗？开门！我是沈直，宋婉珠他们把我赶出来了，我快饿死了！沈直坐在沈静家的门口，用力拍打着房门，房门没有动静。沈直瘫坐在地上，眼泪流了下来。你快开门啊！我知道错了。几个面黄肌瘦的邻居走过，看到沈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贪婪。这不是那个有系统的小子吗？虽然系统不能用了，但他身上说不定有食物，上去问问。我没有食物。宋婉宁他们把所有食物都拿走了。邻居们不信，开始搜沈直的身，没有找到食物，便对他拳打脚踢。别打了，我真的没有食物。沈直蜷缩在地上，发出痛苦的呻吟，被打晕过去。邻居们失望地离开了。这就是你当初为了宋婉宁背叛我的下场，沈直。你现在所承受的一切，都是你应得的。沈静看着监控画面，眼神冰冷。过了一会儿，沈直醒了过来，挣扎着站起来，走到沈静的卧室门口，开始翻找东西。突然，他摸到了卧室墙壁上的一个暗格。沈直拿出随身携带的螺丝刀，开始撬暗格。他竟然找到了密室的入口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。密室入口即将被破坏，是否启动防御机制？沈静毫不犹豫启动。密室入口处传来滋滋的电流声，沈直发出一声惨叫，摔倒在地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在里面？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开门，我快饿死了。打电话给我做什么？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为了宋婉宁背叛你，你快开门把我接进去好不好？我真的会饿死的。沈静看着画面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挂断电话。沈静关闭监控，转身走向农场。突然，密室的系统提示音响起：302室，数量500公斤。他们竟然藏了这么多食物，看来一场更大的冲突即将爆发。沈静坐在缩小的沙发上，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沈直的来电。你为什么不救我？以前的你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宋婉宁他们是骗子？你是不是故意看着我被他们骗？你太自私了。沈静眼神冰冷。你重生了，知道暴雨的消息，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你又何尝不自私？我那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我以为宋婉宁是真心喜欢我。你自己看看，这是我现在的生活。沈直收到视频，看着视频中长势喜人的蔬菜、成群的鸡以及满冰箱的食物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快把我接进去吧，我以后再也不跟宋婉宁来往了，我一定好好孝敬你。晚了，从你前世推我下楼的那一刻起。挂断电话，沈静关闭手机，眼神恢复平静。沈直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你这个混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沈直看着手机里的视频，气得把手机摔在地上，手机屏幕碎裂。我一定要打开那个暗格，沈静能过得那么好，里面肯定有秘密。房间凌乱不堪，墙角有一个隐蔽的暗格边缘。沈直拿起地上的砖头，开始砸暗格。还是女儿聪明，把这些食物藏起来，不然早就被那些邻居抢光了。妈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外面的人都饿死了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可是沈直那个废物还在外面，他知道我们藏了食物，万一他告诉别人怎么办？那就让他永远闭嘴。张磊，帮我办件事，杀了沈直，我分你100公斤食物。成交。宋婉宁竟然想杀沈直。监控画面中正在砸暗格的沈直，以及走廊尽头走来的张磊，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容。沈直，这一次你还能活下来吗？再砸几下就能打开了。张磊，你想干什么？宋婉宁让我杀了你。你别过来！我知道宋婉宁家藏了很多食物，我可以带你去拿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宋婉宁家藏了500公斤食物，我们一起去抢，抢到的一人一半。好，你带我去。沈直和张磊一前一后朝着宋婉宁家跑去。女儿，你说张磊能杀掉沈直吗？肯定能，张磊可是个亡命之徒。突然，房门被一脚踹开，沈直和张磊冲了进来。沈直，你怎么来了？张磊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现场一片混乱，餐具翻落在地。张磊眼神一亮，举起菜刀。沈直趁机拿起桌上的面包，塞进嘴里。你想干什么？把食物交出来！真是一出狗咬狗的好戏。宋婉宁、沈直、张磊，你们一个个都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最后只会自食恶果。沈静看着监控画面，笑得前仰后合。监控屏幕微微闪烁，这个废物，竟然敢抢我们的食物！宋婉宁眼神冰冷，拿起手机点开小区业主群。沈静的弟弟沈直抢了我们家的食物，他还和张磊勾结，想要杀了我们。沈静肯定也参与了，他们兄弟俩就是恶魔。没想到沈静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去找他们算账。业主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大家纷纷指责沈静和沈直。宋婉宁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污蔑我？太天真了。密室内荧幕微光闪烁，业主群信息在屏幕上飞速滚动。沈静看着业主群里的消息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检测到大量人类聚集在沈静家门外，携带武器，目标沈静、沈直。沈静打开监控，看到走廊里挤满了邻居，他们拿着菜刀、木棍，正在砸沈直家的房门。沈直躲在楼梯间，看着拥挤的邻居，眼神中满是绝望。沈直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抢我们家食物的，都是张磊逼你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之前是我不对，不该跟你分手。你把食物还给我们，我们就复合，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。好，我把食物还给你，我们复合。
宋婉宁接过食物，对身后的父母使了个眼色。宋婉宁的爸爸从楼梯间猛地冲出来，重重的肘击打在沈直的脸上。还敢抢我们家的食物！你骗我！骗你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真的会喜欢你这个废物？宋婉宁一家围着沈直拳打脚踢，场面混乱残酷。沈直蜷缩在地上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宋婉宁一家拿着抢回的食物，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回自己家。沈直，这是你最后一次被宋婉宁欺骗了，你终于看清了她的真面目，可惜已经晚了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身体虚弱不堪。他步履蹒跚地走到宋婉宁家的门口，想要敲门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。为什么？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微弱，放大系统最后一次激活，可放大自身，放大100倍。沈直的身体瞬间膨胀，皮肤撑开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巨人。宋婉宁，要杀了你！宋婉宁一家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狼狈地躲到实木桌子底下。这是放大系统的隐藏功能。沈静看着监控画面中巨大的沈直，瞳孔一缩。放大系统能量耗尽，宿主生命体征急速下降，即将死亡。死了更好，省得他再缠着我们。大家快来啊！那个人变成怪物，想要杀我们，幸好我们自卫，把他打死了。沈直，你终于解脱了。前世你杀了我，这一世你死在了自己最爱的人手里，这或许就是你的宿命。暴雨即将结束，倒计时3个月。宋婉宁家的食物也快耗尽了，小区里的人会为了最后一点食物不惜一切代价。沈静正在地里收割玉米，密室里的农场一片丰收的景象。他拿起手机打开监控，画面中沈直的尸体已经腐烂，邻居们路过都捂着鼻子，没有人愿意理会。宋婉宁家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，一家面黄肌瘦坐在沙发上，眼神麻木。食物快吃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小区业主群里弹出一条消息，消息一出，邻居们纷纷响应，拿着武器朝着宋婉宁家跑去。宋婉宁家的房门被砸得咚咚作响，宋婉宁一家吓得缩在角落里。你们别过来，我们没有食物了！别抓了，我们知道你们还有食物，快交出来！房门被砸破，邻居们冲了进来，开始抢夺宋婉宁家最后的食物。不要抢我们的食物，那是我们最后的粮食。监控画面中，宋婉宁的爸爸想要反抗，却被邻居们打倒在地，菜刀掉在地上。善恶终有报，宋婉宁一家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沈静看着监控画面中的惨状，眼神平静。沈静关闭监控，走到缩小的餐桌前，拿起一个苹果，咬了一口。暴雨即将结束，我终于可以出去了。这5年，我不仅活了下来，还过得很好。沈静愣住了，沈直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沈静犹豫了一下，接通电话。沈静，我知道你在密室里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系统的秘密你还不知道吧？你是谁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冷笑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检测到未知系统能量波动，来，沈直的尸体。沈直的尸体？难道？暴雨即将结束，太阳即将出现。沈静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。5年了，终于要结束了。沈静感到身体一阵奇妙的变化，原本被缩小的身体猛然变大，恢复了正常体型。终于恢复正常了。沈静用手机打开密室的门，走出密室。卧室里一片狼藉，家具被砸坏，墙壁上满是污渍。沈静走到落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哇，太好了，终于活下来了。沈静转身看向密室里的农场和房子，发现它们依旧是缩小后的大小。为什么只有我恢复了？难道系统还有其他秘密？突然，沈静的手机震动，未知号码的短信发来。沈静瞳孔一缩，看向窗外，但沈静注意到有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正在小区里四处张望，眼神冰冷，手里拿着一个仪器，似乎在检测什么。警告！实验人员正在靠近。实验人员？难道这场末世，这场系统风波，都是一场实验？沈静转身想要回到密室，却发现密室的门已经自动关闭，并且无法打开。看来这场生存之战还没有结束。沈静看着窗外越来越近的黑色西装，眼神变得凝重。阳光洒在沈静的身上，她的身影在落地窗前显得格外挺拔。